再过几天呢，又是苹果的发布会了。我不知道你是否跟我一样，对这几年的苹果发布会越来越没有激情了。几年之前呢，我也会像很多人一样，在半夜守着电脑，等着苹果的发布会，然后一直期待着它那个 One More Thing， 就好像苹果真的会改变世界一样。而这几年的苹果发布会呢，对我来说更像是一种提醒，就是新的年货又要来了。如果你对今年的苹果发布会感兴趣呢，这里我也总结了一些在网上已经泄露的消息。过几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准确率会有多少。这次发布会的重点呢，就是新一代的 iPhone 以及 Apple Watch。那去掉了之前的 Plus 型号 Air 这个产品线，主打轻薄。那处理器方面，这次就顺理成章的是 A19。但这次一个升级的重点呢，就是全系列都升级到了120赫兹的可变高刷屏幕。这一点是逐渐追赶上了安卓阵营。非 Pro 版本的屏幕尺寸呢，也从6.1英寸升级到了6.3英寸。前置摄像头呢，这次获得了一个比较大的升级，就是从1200万像素升级到了2400万像素，对自拍和视频通话的质量有了一定的提高。而摄像头方面呢，这次 Pro Max 版本可能会配备一个潜望式长焦摄像头。然后呢，就是 Apple Watch 的11系列 ，Apple Watch Ultra 呢也迎来了第3代。那其实手表方面，我估计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提升。其他的产品呢，像 AirPods Pro 第3代，其实几个月之前我刚刚买了第2代。还有呢 AirTag 2，以及传说中的 Studio Display 第2代，当然这个售价可能也是全新的高度了。所以其实今天这期视频呢，我想聊一聊为什么我对苹果的发布会越来越没有兴趣了。我觉得现在的苹果用户呢，大概分成这3类吧。第一类就是像我这样的专业用户，我们要的是苹果的生产力。对，你没听错，苹果能跟生产力这3个字挂钩。如果你是做影像啊、音乐啊、平面设计啊等等这些行业，苹果是你几乎避不开的选择，毕竟很多的工作流、很多的软件都是围绕着苹果生态来设计的。当然，我们这些人呢是占很小的一个比例，但对苹果来说呢，是那些一定会复购的核心用户。而第2类呢，就是所谓的果粉们，他们喜欢的是苹果简约有科技感的设计。他们认同苹果的品牌理念以及它带来的一些身份归属感，而这些人当中呢，有相当一部分是苹果全家桶的用户，他们又依赖于苹果的生态。那这些人呢，也是比较稳定的顾客。而第3类呢，也就是最庞大的一类呢，就是普通的顾客们。例如呢，我对象他呢，其实对数码产品就并没有那么了解，他喜欢的呢是苹果带来的简单好用以及保值，但他们对品牌呢就没有什么忠诚度。如果有更好的产品呢，他们会毫不犹豫的更换。而这些人呢，恰恰是人数最多的。苹果这几年流失的最多的用户呢，就是这第3类人。造成这种转变的核心原因呢，我觉得就是苹果逐渐的诺基亚化了。想当年他们第一次推出 iPhone 的时候，真的是行业的变革者。而如今屠龙少年终成恶龙，苹果从那个创新者逐渐变成了那个经典的设计。他们需要维护住现在已经有的巨大的用户基数，而畏惧做一些创新。被市场验证过的成熟方案，它才会拿过来整合到新的 iPhone 当中。当然，我觉得这么做可能也没有什么错，只是苹果好像越来越背离了它曾经代表的东西。再加上发布会的消息逐渐泄露，甚至这2天我在网上已经看到有实机上手、实机拆机的视频了。而发布会本身呢，就越来越没有新意了。再加上最近这几年苹果对美学的放松或者说退步吧，就我想问问，这个摄像头这个设计到底是谁想出来的？还有 MacBook 上面的这个刘海，我完全不相信乔布斯时代会出现这样丑陋的设计。其实抛开硬件呢，苹果确实是在一些软件领域做到了行业领先。例如说苹果的 Apple Log， 有传言说苹果就是为了前段时间的 F1 大电影开发了这个 Apple Log 的技术。从图像的整个流程而言，尤其是视频这个角度来讲，苹果确实是第一梯队的，无可替代。但我相信国内厂商可以很快的追赶上来，可能因为软件的设计成本更低，反馈周期也更短，他们比硬件上的升级带来的体验要更加的快速，所以感觉上是苹果忽略了硬件上面的设计，无论是关于硬件的美学以及硬件的参数，好像都是比软件差了那么一点。而差的这一点又恰恰使苹果作为一台完整的设备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割裂感。对我来说，这才是苹果在现阶段产生的不协调感的最核心原因。当然话说到最后呢，我可能还是会选择今年购买一台新的 iPhone 来替换掉我手里的这台 iPhone 13，毕竟现在的很多工作流对它来说已经并不合适了。那么今天的闲聊视频就到这儿了，如果大家对其他什么话题感兴趣，也可以评论区或者各种方式来联系我。那么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